既然来了秦州，总得给你宝刹寺备一份厚礼。秦州老将，祖传秘方，好喝磨皮不伤脑。好香。没急着去找这帮秃驴的晦气，眼下肚子里的馋虫倒先闹起来了。这样肉味够膻也够劲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位客官一看就是大主顾，竟能讨到不少赏钱。马味最好的料，加2个鸡蛋。果然。赏你的。多谢客官。客官，您想吃点什么？咱这儿的羊肉是一绝，还有自家酿的秦州老窖。照着那个分量，先来10斤。客官，您几位？就我一个。怎么？怕我给不起钱？不敢，小的这就去。来了，手抓羊肉10斤，客官您请。舒坦。既然吃饱了，也该给那群秃驴准备晚上的礼物了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承丹后进，道行1776年，已收录妖物虎山神、朱燕、青叶郎君、黑山雄君。很好。1776年。就你了。黑山雄君，灌注。第1年，你出生在黑山，生来蠢笨，只知道吃。第10年，你一口咬下疯癫乞丐的脑袋。第50年，你与大妖在老桑树下斩鸡头烧黄纸结拜。第100年，你披上袈裟，坐在莲花台上接受百姓的肉身布施，消耗140年道行，黑山雄君进度已达染珠。消耗310年道行，黑山雄君进度已达天成。获得妖物馈赠，解锁妖化，黑山雄君，风口护气法已进化为混元一气功，获得天赋万钧之力。这种感觉，力道竟是又提升了5成。黑山雄的风口护气法进化成了混元一气功，功力不仅可存于内，亦可显于外，格挡飞行道具。这玩意儿怎么越看越眼熟？哈萨给。有点意思。有了这手风枪，往后若是再遇上飞行道具，何须再用肉身硬扛？还剩906年道行，既然已经开了头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。消耗289年道行，青叶郎君进度已达天成。解锁妖化，青叶郎君，解锁召唤，可实体化召唤作战。没了？不是，你就没了？很好，屁也没有。等于说，这200多年砸下去，就解锁了个妖化与召唤。算了，好歹待会儿晚上用得到。
次。师兄，这还要挖多深啊？闭嘴！想死是不是？若是让监院听见，直接把你扔去喂了菩萨。师兄，咱们这般做有必要吗？镇魔司的公文发出已经有些时日，可都过了这么多天，也不见有人来搜查呀。怎么没必要？若是那些官皮一直在暗中盯着，就等我宝查松懈，到时候岂不是平白无故落人把柄？况且连望尘首座都死了，镇魔司这回怕是动真格了。也不知道那是哪里冒出来的狠人，连望尘首座都敢杀。听说那公文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还要彻查陇右境内所有寺庙，但凡发现与妖魔勾结，先斩后奏，先斩后奏啊！届时你我还不是说杀就被杀？就算事后住持为我等报仇，那又如何？人都死了，报仇有个鸟用！行了，都别愣着，赶紧把这些处理干净。真是麻烦，若不是那头畜生闭关，这些东西何至于还留到现在？哎，谁在那装神弄鬼？吓死我了！原来只是头畜生。行了，都别愣着，赶紧干活！奇怪什么？师兄，咱们在这山上待了也有10几年了吧？这山上香火鼎盛，晨钟暮鼓，寻常野兽早就躲得远远的，野兔山鸡倒是见过，何时有过狼？大概是别处跑来的野物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干活！若是误了时辰，监院怪罪下去，你们谁也没好果子吃。谢师兄，这土太硬，我是真刨不动了。无需客气，你且歇着吧。这声音，有妖怪，有妖怪！好什么好？这哪来的妖？妖魔！我这一身半部横练功夫，虽未至圆满，可也不是你这头畜生能跨开。不好！来人，
来人，都他娘的死了不成？有体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哪来的毛贼？敢替我保查自己的兄！雄君，你这是作甚？我是法才呀，咱俩经常喝过酒，你忘了？我不是听说你被镇魔司的人给杀了，莫不是侥幸逃过一劫？还有，你带这些个生面孔来闹什么事儿？若是再闹大，你大哥也保不住你。行了，都散了，误会一场。法才师兄就这么被拍死了？这黑熊不是自己人吗？从前的黑山雄君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蠢货，废话那么多做甚？杀！给我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这黑熊已经疯了！杰罗汉阵宰了他们！杰罗汉阵宰了他们！小心有毒，屏住呼吸！这是什么？放开我！神通，这是妖族神通！破阵，追杀那头毒妖！这畜生会武学！胆敢在我宝钗行凶！你这孽畜，当真是疯了不成？我宝刹待你不薄，每月血食从未短缺，你这是发什么疯？我来挡住他们！
这是什么手段？会不会是镇魔司？我记得上个月前，这黑熊不是已经被镇魔司的人给诛杀了，如今忽然又出现在这里。不可能，镇魔司行事虽霸道，毕竟是朝廷中人，且素来以斩妖除魔为己志，怎会与妖魔勾结，死而复生？这般手段闻所未闻。如此看来，说不定这畜生侥幸逃过一劫，只是不知为何会突然反水。我早便说过，畜生终究是畜生。若不是方丈当初定要留下他们，怎会有如此局面？引狼入室，反噬其主。不行，我得找这畜生的兄长好好问问。方丈既然这般做，自然有他的考量。更何况如今那畜生正在闭关，方丈曾言任何人不准轻易打扰，还是先禀报方丈吧。昨夜那一出大戏，虽然没能亲眼瞧见，但光是想想那群秃驴气急败坏的模样，便觉通体舒坦。若是黑熊的兄长知道自己的结拜兄弟带着外人来砸场，也不知会是个什么精彩表现。没想到召唤的妖物斩杀敌人，竟然也能获得道行。虽然每次都是5年10年的入场，但架不住量多了。如今的道行从617年暴涨至1352年，足足735年的收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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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吉姆的嘲笑性的高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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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吉姆的嘲笑性的歌。大人，回来了。卑职信不辱命，特来复命。气血雄浑，神元气足，比走之前更盛了。你这本事倒是有够大的，追击承丹水族大妖，于江底将其斩杀。我倒是好奇，你水性这么好，略懂一点。略懂一点？人家那可是白蛟一族，水泽大妖，难不成还没你个人族水性好？还有祖师顾长歌戏里写的那些溢美之词，什么天纵奇才，国之栋梁，当世无双，看得我牙疼。这次你立了大功，不仅平了羌江妖患，也算是帮了总司那边的忙。不过，既然那白蛟已死，你也没了后顾之忧。这段时间就老老实实待在凉州，别再乱跑了。你是镇魔司的人，不是江湖游侠。是。行了，你也累了，回去歇着吧。这几日没什么大事，不用来点卯。大人，我想问问关于武庙的事。你想去武庙求灵印？正是。你此次斩杀羌江龙王，加上之前的功劳，足以换取一次去武庙的机会。不过，我不建议你现在就去。为何？虽然只要是承丹境便可入内，但能否求得灵印，一看机缘，二看底蕴。你如今虽已入承丹，但到底时日尚短，若是贸然进去，极有可能空手而归。依我看，你最好等到承丹圆满，将武道金丹修到极致再去尝试，把握才更大些。你是好苗子，我不希望你浪费机会。承丹圆满，吞了白蛟一身精华，其实距离圆满也就差临门一脚了。多谢大人提点，不过卑职如今已是承丹后期。后境了？不是，在
在玉门关的时候不是才初入成丹吗？这可是成丹啊，吃仙丹了不成？照你这速度，用不了1年，岂不是要到燃灯了？略有所感，侥幸突破。如今已是成丹后期，哪怕不再寻白蛟那种大妖，随便宰一头初入成丹的寻常货色，也够把我推上圆满。只是这年头成气候的妖魔不好找啊，能活这么久的畜生，保命本事都很强。若是能去西域妖庭就好了，听闻那里妖魔遍地走，大妖多如狗，简直是妖之乐土，也是我的乐土啊。可惜现在的实力去，风险太大。去哪儿找这妖怪杀上呢？大王，有请有旨。说，白元公死了，白蛟一族的萧琪丫头也死了，皆死于龙幽镇魔司之手。有意思，短短10日，连斩我妖庭2名成丹大妖，这陇右镇魔司何时变得这般硬气了？白蛟部族震怒，陛下有旨，命您即刻动身前往陇右，一则查清蛟西之死的真相，再回尸首；二则斩陇右都司成丹2名，以告慰我同族在天之灵。江姑娘，起这么早？若是没记错，是你敲的门吧？是在下唐突了。进来说吧。大人还没吃吧？这家的包子馅少皮厚，味道不行，您尝尝。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弯弯绕绕？若是想请我吃饭，也不必挑这大清早。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果然瞒不过你的眼睛。实不相瞒，在下今日冒昧登门，是有事相求。说，在下自18岁入司，摸爬滚打至今，已有7、8年有余了。前些日子，侥幸有所感悟，一身气血总算熬到了火候。如今修为也来到了半步明谷，若是能再积攒些功绩，马上便能升至校尉了。那是好事，恭喜刘兄了。可是有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忙，你直说便是。确实有个不情之请，距离抵达校尉的功绩，我还差那么一丝。前些日子接了个差事，本想着是个简单的活计，办妥了校尉的位置便稳了。只是后来才发现，这个任务有些不对，所以才想请大人帮忙压压阵。是在何处？槐树村。槐树村？对，槐树村，就是个偏僻的小村子，也没什么名气，姑娘没听过也正常。具体说说。说来那槐树村其实本也没什么，起初只是几个司里的弟兄路过，刚靠近村口就被那帮村民泼了一身的污秽。弟兄们虽然窝火，但总不能真拔刀砍平头百姓，只当是出了几个刁民。可后来又有几波弟兄路过，皆是如此待遇，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镇魔司的官衣在这凉州地界，没道理被一群泥腿子这般作践。确实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此事引起了司里的注意，派了黄子营前去探查，结果查了3、5日，愣是什么也没查出来。没见着半点妖气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若是仅此而已，你也不必特意来找我。那是自然，
直到上个月初，有个衣衫褴褛的农妇，不知怎么跑出了村，一路跑到了衙门。他也不喊冤，就坐在大堂前头嘶哑的大喊，说村里有妖物。村里有妖物！村里这才理了案，差事落到了我身上。我上月带人去了一趟，那些村民很不对劲，见官差上门不仅不拒，反而堵在村口死活不让进。我当时直接带人强行冲了进去。然后呢？什么也没发现，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连根腰毛都没见着。村民一口咬定，说那妇人早些年死了男人，受了刺激疯了，既无实证又无妖气，在下也只能收队。可回来后我不甘心，便让人暗中盯着。没过2日，手下的弟兄便发现那妇人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，第3天一早便不见人影。入村去问，村民也摇头说不知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消失？这么大一个活人，村子里竟无一人知晓去哪儿了。如此手段，做得滴水不漏，甚至能瞒过皇子爷的探查。若真有妖物，那定然不是寻常货色，手段不俗，甚至……反正也闲来无事，这不凑巧吗？走吧。去哪儿？你不是想升校尉吗？2月呀，仅仅2月，人家已经是6品郎将，成丹境的大高手。还好当初服了软，若当时真脑子一热去找回场子，怕是这会儿坟头草都该有3尺高了。大家以前都是一个队里的，不必拘谨。那是，当初江大人刚进司里那会儿，卑职便瞧出来了，大人其实是面冷心热。去，马屁精！江大人，您是不知道，这赵虎平日里喝多了酒，那嘴就没个把门的。哦，他说什么了？这小子逢人便吹，说当初他可是与江大人您过招的。虽然最后惜败，但也算是领教过高招的人物，在这玄字营里那是独一份的体面。老赵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当初怕就挨了一招吧？那怎么不叫？高手过招，胜负本就在一瞬之间。再说了，能与江大人切磋那是福气，你们想挨还没那资格呢。行了，快到地方了。槐树村，听名头便知因何而来，只是没想到这树竟长得这般妖异。几位老丈，在下乃镇魔司之人，前些日子来过，不知村正可在。我们要入村，再查查那疯妇失踪一案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滚！都说了没有妖魔，没有妖魔，那是他自己跑了，跟野汉子跑了。你们这群吃皇粮的，3天2头来折腾我们这些苦命人，还要不要人活了？官兵杀人了，官兵要逼死人了，没活路了，老天爷不开眼啊！你也看见了，这帮刁民软硬不吃，若是真动了手，传出去咱们镇魔司欺压两山，这名声……名声，我只数3声，3声过后，尔等若不让开，世上再无槐树村。你这女娃娃好大的口气，有种你就从老头子身上踏过去，反正这世道也不让人活了，死了干净，死了便厉鬼也不放过你们。来呀，有本事把全村都杀光！退后！
1、2。进村。这丫头究竟是有了狼将身份才有的这般底气，还是有这般底气才能有今日的地位？跟上！走，2人一组，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。江姑娘，您如今已是成丹境的高手，感知敏锐，可曾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没有。那丰富住哪？就在那边村里最偏的一处。带路。江姑娘，就是这儿。江姑娘，就是这儿。那妇人便是一直住在此处。是。听村民说，这妇人早些年死了男人，受了刺激便疯了。平日里在村口疯跑，饿了讨饭，困了睡着早堆。疯了很多年。说是有些年头了。刘晨，他有孩子？没听说。村民都说她男人刚成婚不久便死了，她这才疯的。上次来搜的时候只顾找人，没翻得这么细，是我疏忽了。藏在那种角落，又是陈年积灰，没发现也正常。这鞋看着有些年头了，千层底纳的结实，缝制的人很用心。一个没孩子的寡妇，床底下却藏着一只给刚学会走路孩童穿的虎头鞋。你说孩子去哪里了？会不会是魔怔了？保不齐日思夜想，自个儿纳了只鞋当个念想。我倒是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大人发现了什么？你不觉得这村子太安静了些吗？安静。方才我们在村口只见老朽与柱状，如今弟兄们在各屋搜索，却不闻半点动静。老朽有了，壮丁也有了，可这偌大个槐树村几十户人家，孩子呢？孩子？对，孩子呢？动静闹得这般大，早该有孩童吓得哇哇大哭。而如今村口未见，村中也未听闻，生下来的那些孩子去哪儿了？都过来！别搜了，都给老子滚过来！头，怎么了？你们刚才搜的时候，屋里都有什么人？屋里剩下的全是些动弹不得的老废物，有的瘫在床上，有的瞎了眼，还有的只会流口水。没有孩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没有孩子，这村子的香火是怎么延续下来的？这根本就不合常理。江姑娘，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怎么，官爷们搜完了，可搜出那所谓的妖魔了？解释解释，别跟我说是捡来的。那疯婆子想男人想疯了，整日里幻想着自己有个大胖小，没事就拿鞋底藏着，说是给以后儿子穿。这事儿村里谁不知道？老他娘的跟老子扯淡！一只鞋说明不了什么，那全村的孩子呢？老子刚才搜遍了全村，几十户人家，连声奶娃娃的哭声都没听见。就算那疯妇没孩子，你们呢？我看村里也有不少妇人，怎么着？
这槐树村的风水就这么邪性，一个都生不出来。这年头兵荒马乱，妖魔横行，老天爷又不赏饭吃，咱们这种穷乡僻壤能养活自己就不容易了，生下来也是遭罪，饿死的饿死，病死的病死。放屁！一个两个养不活也就罢了，全村几十户，几十年都没一个活下来的，你当老子是傻子不成？把我杀了吧，把我杀了吧，反正都没了指望，活着也是受罪。官爷行行好，给个痛快，让我去地下跟那些个短命鬼团聚。求官爷赐死，求官爷赐死！蝼蚁尚且贪生，何曾有排着队求官差杀头的道理？头儿，这帮人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术？我看这些老人的眼神都不像是活人。江姑娘，带着他们退远一些。这是为何？我也只是猜测，若是猜错了也就罢了，若是猜对了，你们留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。是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没听见江大人的话吗？撤！你们怎么不走？官爷不是要杀妖吗？我们这些老骨头留在这里，正好给官爷助助兴。若是那妖魔出来先吃了我们，也省得官爷费力气。若是真想死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官爷这是什么话？我们……他给了你们什么，能让你们心甘情愿的把全村的孩子都送给他当口粮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什么口粮？我都说了，这村里没孩子，生不出来，都死绝了。成干净，而且气息浑厚，比那头白蛟还要扎实。终于舍得出来了。既已相安无事多年，何苦要来坏这一方安宁？这槐树村地处偏僻，靠天吃饭。旱灾那年，方圆百里赤地千里，一子而食。可这槐树村活了下来，为何？因为本座许诺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本座不修杀法，只修草木枯荣。我与他们无骨，保他们不死。他们与我血食，助我修行，全凭心甘情愿，从未强求。大人，那时候没吃的呀，与其全家饿死，不如送一个走，换全家活命。女娃娃，你还年轻，不知这世间残酷。本座虽食血肉，却也庇护一方水土。若无本座，这几十户人家早已成了路边枯骨，哪还有今日的苟延残喘？何苦来哉？何苦来哉？在这妖魔乱世，对这群在地里刨食的普通人要求道德底线，不过是自寻烦恼。活着本就是一件极尽丑陋的事情。你走吧，本座念你修成丹不易，今日便不与你计较那一刀之过。你说的挺有道理，这世道想要活下去，总得付出点代价。你是个明白人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为了苟活，将亲子送入妖口，这等人与禽兽何异？既是禽兽，死便死了，有何可惜？本座活了2800年，见惯了世
艰疾苦。像你这般锦衣玉食、身居高位，又怎知其中滋味？若是异地而处，你未必比他们高尚。我无法理解他们。我要杀你，更不是为了给这帮把亲生骨肉送进虎口的畜生讨公道。那你为何？我手中握刀，心有不平。看你不爽，想杀便杀了。这一刀不为公道，不为苍生，只为老子乐意。荆棘霸王刀！痛杀我也！2800，你这2800都活到狗身上去了。既然你没别的本事，那就可以去死了。击杀成干净生物，获得其道行2833年。官爷饶命啊！我是被逼的呀！我有罪，我有罪。江姑娘，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。我记得卷宗记载，陇右最近的一次饥荒距今得有40-50年了。若是那时候为了活命跟妖魔做交易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可这村里头60-70岁的老人有，但更多的是40-50岁的中年人，甚至还有30来岁的壮丁。若是那时候就把孩子都喂了树，这槐树村早该绝户了才对，哪还能延续至今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一开始确实是为了活命，可灾年过了，雨水足了，现在却有2个选择：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累死累活在地里刨食，看老天爷脸色；二是只需要生个孩子，往树底下一扔，便能换来全家的口粮，舒舒服服的躺着过日子。人性本就如此，好逸恶劳，一旦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，谁还愿意去吃苦？生下来养大一点，送去喂树换粮食，继续生，继续换。那刚才为何还有人求死？这村里的人多了，胃口越来越大，可村里的妇人肚子却跟不上了。这一代的孩子已经被吃绝迹了，没了孩子，他们拿什么换？自然是轮到这些没用的老东西。他们知道自己就是下一顿口粮，与其被妖魔吞下去，倒不如求官爷一刀给个痛快。事儿都办完了，带着人先回去吧。江姑娘不一起走？我还有点事。那卑职便先带人押解犯人回司里复命。这次多亏了江姑娘出手。怪哉，这大半个月来，除了几起小妖作祟，整个陇右道竟是如此平静。想来应是2大承担大妖，短短10日被接连斩杀，这般雷霆手段，谁不胆寒？这丫头，怕是迟早会如当今右镇魔使一样，光是亮出名号，便能镇守无数大妖。
这张纸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是谁放的？我竟毫无察觉。扬州府外30里，我有话问你。既然约魏某至此，阁下又何必藏头露尾？你倒是来的比我要想的早一些。这便是凉州都司的待客之道。不，主人敬妖王。魏大人不必惊慌，本王今日请你来，并非是为了杀人，只是有些小事想请魏大人打听打听。怎么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有些不情愿？难不成这血石公还不乐意吃素？不准挑食！恭喜宿主突破至成丹圆满。按理说这老槐树活了2800多年，一身修为底蕴，怎么也该比白蛟或老白猿强上一大截。可这一身尸体吞下去，竟只堪堪将我的修为从后劲推到了圆满。若非我之前吞了枪江龙王，本就只差临门一脚，怕是这一棵树吞下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也不知是这草木成精本就虚浮，还是我这功法只认血肉，不认素质。当前道行2905年。罢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虽然这树妖身子虚了点，但这给的道行却是实打实的豪横。加上剩下的零头，这一波可谓是暴富。可该如何消费呢？是白蛟还是白猿？白蛟光是魔影便有神通馈赠，相比之下白猿就显得平平无奇了。可如今身处大西北，黄土遍地，水气微薄，若是修了控水，在这干得冒烟的地界，怕是一身本事要打不对手。反倒是白猿操控山石之术，就你了。关注白猿宫，关注白猿宫。第1年，你出生在极西之地的妖庭，生来便开了灵智。第50年，你学会了人族的语言，酷爱翻阅人族书籍。第100年，你读遍了手中的书，开始厌恶妖庭的混乱。第500年，你悟出了搬山之法，你坐于山边观云卷云舒。第827年，你在瀑布下读书，遇到了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幼虎。第857年，那头老虎的刀法已然大成，你想带它回西域妖庭，可妖庭排外，于是你想给他求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第859年，卯日妖王许诺你，只要你帮白蛟一族的一个后辈凝练出龙珠，便给你那徒弟一个入妖庭的名额。第894年，你正在为那条小蛟护法，妖庭却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妖皇带回一个人族女子，还扬言要娶她为妻。第897年，大唐的铁骑踏破了妖庭。第899年，妖皇带回的女子竟是在混乱中逃了，据说便是往陇右方向逃窜。妖皇雷霆震怒，负责镇守边界的卯日妖王差点被剥了皮。你也收到了卯日妖王的命令，并要留意此女。第901年，妖庭又传来消息，妖皇竟有一子嗣，遗留在长安。可如今妖庭这般惨状，谁敢去长安找人？你摇了摇头，感叹这世道的无常。消耗1640年道行，白猿宫进度已达染珠，进五谷提升至无上，获得神通翻山填海。此乃白猿宫观天地山川所物，可操控周遭土石地形，化山岳为冰，改天换地。翻山填海，
起。很好，试试白猿宫那招微型五指山。这特么是什么鬼消耗？难不成土石之重远非水流可比？大意了。原本以为有了这神通就能横着走，看谁不爽直接一座大山压过去。现在看来，若是真敢这么玩，怕是山还没搬起来，自己先被抽成人干了。如今修为已至成丹圆满，底蕴已足，是时候去找魏和问问武庙的事了。驾！魏大人好歹也是益州都司的掌印人，这般胆色，未免有些让人失望。阁下既然是妖王至尊，不在西域纳福，却不远万里潜入我大唐腹地，莫非是欺我陇右无人？魏大人是个聪明人，有些话不必本王挑。陇右苦寒，镇魔都司连一位指挥使也无。可若是真没人管，我妖庭何至于还在西域待着？不错，若是真无人坐镇，西域那些桀骜不驯的妖王怎会如此老实？既然他敢现身，意味着坐镇陇右的那位也已经察觉了。本王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本王也承认，若真动起手来，本王不是那位的对手。实不相瞒，若非妖皇亲自下令，本王甚至懒得来你这凉州府。老白猿死了也就死了，哪怕再次两头承担妖物，妖庭也不在乎。但是那头白蛟，你们实在不该动它。黑河白蛟，不错，他乃蛟龙一族的嫡系，虽未化龙，但留着老龙王的血脉。他死了，白蛟一族在妖庭闹得很凶，妖皇总得给他们个交代。本王入城时，听那些凡夫俗子议论，斩杀他的似乎是个女王，斩杀他的似乎是个女王。本王也不想让你为难，但总要回去交差，交出那女子，我就此离去，如何？交不了。哦，莫不是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手？本王既然敢来，自然是算准了时间。若你觉得妖皇在我总指挥使手中还能保下你，那可试试。总指挥使怎么和那般人物扯上了关系？那女子有什么背景？阁下也是活了1000年的老妖了，这双招子应该比魏某亮堂。能在18、19岁的年纪斩杀成丹白蛟，你觉得若是没有背景，能养出这般人？本王活了6000年，当年面对大唐皇帝，御驾亲征都没死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骨气吗？屁！靠的是审时度势。这世道骨头硬的，坟头草都换了好几趴了。17、18岁斩成丹，这等天骄背后要是没个通天大能，本王把名字倒过来写。杀了他容易，惹出背后的老怪物，妖庭能保我？为了给白蛟一族出气搭上自己的命，不划算，一度不划算。魏大人说笑了，本王不过是随口一问，何必如此紧张？既是如此天骄，本王若是扼杀了，倒显得我没有容人之量。此番前来，也不过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罢了。不过，本王虽不找他麻烦，但白蛟一族心眼可没本王这么大。死了嫡系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回去告诉那女娃娃，让她自求多福吧。
替我将此物转交给那女娃娃。今日之事，算是她欠本王一个人情。若是日后她真成长起来登临绝巅，看在这根灵玉的份上，可不能杀本王。为何那厮的话虽不似作为，可到底是一面之词？不行，本王得回去看一眼。若是真的也就罢了，若是假的……你这只小鸡仔不在西域趴窝下蛋，跑到贫道这陇右地界来公干。前辈说笑了，前辈说笑了。晚辈听闻陆佑风光无限，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，仰慕已久，特来一观。哦，只是逛逛。千真万确。晚辈入关以来，一直恪守本分，从未伤过一个人族百姓，更未动过一草一木。哪怕是方才在凉州公司，也只是找魏大人叙叙旧，喝了杯茶便走了。前辈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查。既如此，那倒是贫道错怪你了。哪里，是晚辈不懂规矩，惊扰了前辈清修。既然误会解开，那晚辈就不打扰了，这就回西域。慢着，前辈还有何吩咐？既然来了，何必急着走？你既有雅兴赏景，正好贫道那山上的景致也不错，不如随贫道回去，在山中小住个3、5日，喝喝茶，论论道，岂不美哉？多谢前辈美意，下次一定登门拜访。真不去？若不是看在当年你为我大唐带路的份上，岂能真放你走？来了。平日里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死人脸，今日怎么在发呆？而且他身上的气血极其紊乱，难不成又有大妖现世了？大人昨夜没睡好，若是有什么难处，不妨直说。若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妖魔，卑职虽然不才，但也愿为大人分忧解难。这丫头短短入司2个月，不是在斩妖，就是在斩妖的路上。若是让她知道自己被妖庭盯上了，以她这刚烈的性子，指不定要捅出多大的篓子。年纪大了，较少，加上最近司里事务繁杂，难免伤神，都是些官场上的陈芝麻烂谷子，与妖魔无关，你也帮不上忙。哦，大人既然无事，那卑职有一事相求。我想去武庙。怎么又提这茬？我不是同你说过吗？武庙求印非同儿戏。你如今虽已是承担后进，确实难得，但你年纪轻轻，天赋卓绝，何必急于这一时？再沉淀沉淀不好吗？大人，您看看这个。成丹圆满？不是，前2天不还是后进吗？这才过了多久？2天还是3天？就算是吃饭喝水，也没这么快吧？你是人吗？大人，现在可以去了吗？既然已至圆满，自然是可以去了。大唐幅员辽阔，设武庙8座，按理说，距离咱们凉州最近的是剑南道的武庙。剑南好啊，来回最多1个月。上次路过没怎么尝尝那边妖物的咸道，这次正好去进点货。不过，我不建议你去剑南。那去哪里？去长安。长安？不错，天下武庙看似并无差别，实则不然。长安乃帝都所在，龙气汇聚之地，其中的气运之深厚，远非其余武庙可比。你若去那里，求得灵印的概率亦可提上一成。
若是长安武庙有这般好处，为何天下承担不尽数涌向长安？其余7座武庙岂不是成了摆设？长安乃天子脚下，每月降下的灵印是有数的，想要入庙，先得过筛子，背后无抗山引荐者，连门槛都摸不着。其余7座武庙虽说几率低，但胜在门槛低，排上几个月总能进去碰碰运气。可长安，懂了，资源垄断，好东西永远只留给一小撮人。你天赋惊人，功绩不足，又是陇右都司代指挥使，有足够资格。我今日便让人800里加急，将文书送往长安总司，以此番去，到了那边自会有总司的人安排。排队都不用排，这后门走得舒坦。行，那卑职这就回去准备准备。凉州这边若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，或者是未了的私事，都趁着这2天去交代了吧。此去长安，若是你真能求得灵印，踏入点墨之境，短时间内怕是回不来了。求得灵印不就该回来继续履职吗？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变成女子，性格还这般多愁善感了起来？前世远离家乡独自漂泊，不也是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？若是去个10天半个月也就罢了，可为何话里话外都是让我别回来了？浪费粮食可是要遭雷劈的，卖了嫌麻烦，那就送人吧。这凉州待了这么久，竟是连个能送东西的朋友都没有。怎么了？江大人，您这是？这是去哪儿打劫了？给你们的。大人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您这是唱哪出？我要走一段时间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反正也带不走，给你们算了。大人是要去哪儿？长安。大人此去可是为了武庙？不愧是江大人，此去怕是要真的化龙了。行了，我走了，希望等我回来，你们3个还活着。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对证走到今天，终究不是一路人啊。大人既然留了东西，那就好好收着，总不能人家在天上飞，咱们在地上连路都走不完。长安啊，真他娘远。陛下，河南道今岁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流民已逾10万之众涌向洛阳，若不拨银赈灾，恐生民变啊！陛下，边境急报，突厥残部勾结妖魔，屡屡犯边，屠戮2座边镇，守将请求增兵支援。陛下，江南道够了！这一早上，朕听到的全是哪里受灾，哪里死人，哪里又要银子。怎么？难道我大唐万里江山就没有一件顺心事，就没有哪怕一个好消息？陛下息怒，臣等死罪。死罪，死罪，整日便是死罪。朕若真砍了你们，你们又该如何？陛下，臣倒是有个好消息。说，陇右都司近日出了一位了不得的英才，此女名为江月初，年方17、18岁，已修制成丹。前些日子更是凭一己之力，于剑南枪江之上斩杀了一头作乱多年的成丹大妖。这不可能，不会这样，这是假的吧？17、18岁，成丹，莫不是为了哄陛下开心，是摩斯编的吧？有点意思。总指挥使怎么说？总指挥使言，此女天赋异禀，心性坚韧，若悉心栽培，假以时日，极有可能成为我大唐
下一尊燃灯境的镇国柱石。娘，看那个姐姐长得好俏。别乱指，那是镇魔司的大人，小心抓你去做花肥。长安乃龙气汇聚之地，万法披翼，传言非虚。我身为人族，一身实力竟也被压制的只能发挥7、8成。若是妖族来，怕是1成都发挥不出，那岂不是可以把妖族骗进来杀？好像妖族也不是傻子，临行前为何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在长安街上扔块石头砸到10个人，3个是皇亲国戚，4个是当朝大员，剩下3个是他们的家奴，让我收敛脾气，别动不动就拔刀杀人。我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魔，只要别惹我，我还是很和善的。进阶是名古境，在陇右，名古境当个校尉都绰绰有余，在这长安总司，竟只能沦为看大门的。止步！止步！不知大人来总司有何公干？金线绣兽，6品郎将，还是陇右都司的金妮。这般年轻的女娃娃，怕不是哪个世家大族送去边疆镀金的子弟，混个2、3年资历再调回京城。陇右都司这么好混，回去我也得让我爹疏通疏通。在下入京是为求武庙灵印，敢问崔天将可在？武庙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我操，入武庙求灵印，起码得是承丹后境。17、18岁的承丹圆满，这他娘的是打娘胎里就开始练功了不成？崔将军正在堂内议事，卑职这就去通报。只是今日事忙，怕是要多等片刻。大人不如先进偏厅稍作歇息。不必了，快去吧，我就在这等。见过不止，滚滚滚！江姑娘，陆大人，你就是陇右都司的江丫头。回复指挥使的话，正是江月初江姑娘当初斩杀羌江龙王，便是她出的手。既然赶巧碰上了，那便别愣着了，一起去吧。什么意思？这老头谁啊？好大的官威，这特么是直接拉壮丁啊！江姑娘，既是副指挥使之意，那便别问了。事出紧急，路上再与你细说。顾大人，这般火急火燎，究竟是去何处？青阳。青阳，也就是前世咸阳所在，离长安倒是不远，半日脚程。你也知道，长安乃天子脚下龙气汇聚，寻常妖物靠近的荆棘之地，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。所以，总司这边其实并没有多少人驻守，大部分点墨境以上的高手，皆被分派到了附近几道镇守关隘。留在总司的，除了几位副总指挥与镇魔使，剩下的也就是些处理文书的文官。那这次运气不好，几位副总指挥恰好皆不在荆州，总指挥使更是跑去了江南。如今只剩下这位副指挥员坐镇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竟然先传来急报，鬼阴妖王不知从哪得到总司空虚的消息，竟敢屠了荆南县下辖的3个村落。妖王啊！这要是宰了，得给多少道行？3000年还是5000年？那畜生实力如何？敢自封妖王，实力起码早在点墨之上，又敢在长安眼皮子底下叫嚣，一身实力怕是种连境都不止。种连境？打扰了，我虽然自信，但还没自大到觉得自己一个承丹圆满能去硬刚这种级别的老怪物。
这老头拉上我做什么？看他装逼吗？那种级别的战斗，咱们确实插不上手。不过，那鬼金妖王并非独行，他麾下还有几头妖崽子，虽然实力不如老妖，但也都有了承担境的武后。这些小畜生最是狡猾，若是见势不妙，必然四散逃窜。所以，那妖王的归附指挥，剩下小的归咱们。江姑娘，实在是对不住，副总指挥也不是有意为难你，实在是这京中确实抽不出得力的人手。你这刚到长安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顾大人这就见外了，我既是镇魔司的人，斩妖除魔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何来麻烦一说？为大唐百姓抛头颅洒热血，我辈义不容辞。看看，这就是觉悟，这就是格局。难怪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成就，光是这份信心，便不知胜过京中多少天骄之辈。咱们现在脚下踩的是云阳乡的地界，再往北过了那道梁子，就是崇文乡和永乐乡。先前的急报说那鬼金妖王最后就是消失在这一带，咱们跑了半日，按那畜生的习性和脚程，怕是已经吃饱喝足，正找地方反刍了。那鬼金老妖交给我，他手底下那几头承担境的崽子，若是让他们跑了钻进百姓堆里，那就是虎入羊群。徐峰、飞之在，你带2个人守住东边的口子，剩下的人守西边，莫让他们钻进河里。17、18岁的承担圆满，确实是凤毛麟角，但到底没见过他真正出手，不知深浅，不能让他涉险。顾长歌，你与这丫头守在北边，若是老夫动手，那老妖不敌，定会往远离京城的方向跑，小妖也会往那边窜。只要你们能把他们堵在山口一炷香的功夫，等老夫腾出手来，自会收拾他们。若是守不住，便发信号，别把命搭进去。拖住，那可不，要是让你个老头子全收拾，我这大老远跑来吸一肚子西北风，岂不是白跑的？副指挥使放心，卑职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好，行动！是。此处地势狭窄，若是那群妖崽子往北逃，这是绝佳的伏击点，就在这儿吧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名为寻妖盘，乃是司里最近捣鼓出的新奇玩意儿。虽然还没普及，但我姐姐有些关系，侥幸分得一个。寻妖？这世间妖魔虽善于伪装，但妖气极难彻底掩盖。方圆数十里内，只要有妖物现身，这指针也会感应预警。若是能在妖魔身上截取一丝气息打入盘中，只要那妖魔还在1000里之内，这指针便能将其死死锁定。好东西啊！这简直就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进货神器啊！自打进入了镇魔司，最头疼的就是找妖。有了这寻妖盘，我还愁没有道行洗。江姑娘，这东西贵吗？除了总司百发，有钱也买不着。不过，你如今虽是陇右的人，回头我去与我姐姐求求情，帮你申请一个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顾大人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。想来申请必然繁琐，这顾长歌倒是过于热情。不过，或许是报答我上次在剑南救了他的事，到底是京城子弟，讲究。江姑娘初入长安，感觉如何？大。还有呢？感觉东西挺贵的吧？确实，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不过以姑娘的本事，若是想在长安扎根，倒也不难。总司对人才向来大方，每月的俸禄加上津贴，足够在京中置办个小院子了。顾大人说笑了，我不过是运气好些罢了，哪敢奢求什么高官厚禄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对了，江姑娘，待会儿若是那几头妖崽子来了，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，
怎么，很难杀？倒也不是难杀，这鬼金妖王本体乃是山羊。羊？莫要小瞧了这畜生，上古星宿之中便有鬼金羊一系。这妖王虽是阳神，却生性残暴，血食人心，而且这畜生极善蛊惑人心，最爱披着人皮，装作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混迹于世间。他手底下的崽子也多是些山羊、野绵羊成精。披着羊皮的狼听过，披着人皮的羊倒是头一回。是百姓。香姑娘，你看。金泥霸王刀！好，疯婆娘，上来就砍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杨爷这双脚千锤百炼，堪比金刚。既然你找死，那就别怪杨爷心狠。没了刀，看你还能……阴阳纵横手。这是成丹境该有的力道。人乃万物之灵，练的是技与法，单凭肉身力气去与妖物硬来，那纯粹是找死。这是常识，可是圣母不对吧？大哥都被一巴掌打成这样，若是这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，那得多疼啊！都他娘的傻愣着干什么？若是现在不冲出去，等那个老匹夫赶上来，谁都别想活！江姑娘，莫慌，我来救你。后面！击杀成丹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655年。徒手拔头，你他妈是人是鬼啊！击杀成丹境生物，获得其道行742年。
么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？本王不过是路过此地，腹中饥饿，顺手借了几个两脚羊打打牙祭，总共也就几百口人，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，值得你这般穷追不舍。既然吃了，那就把命留下，算是饭钱。本王承认，若是在30年前，本王见了你，定是那头便拜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可如今，你这一身关山境的修为，还能剩下几成？杀你足够了。老疯子！你不要命了！关山境这般地步，哪个不是把老命看得比什么都金贵？这老东西早在30年前就落了一身伤病，竟不顾重伤之躯跟我玩命。年轻时候怕死，遇事总想着留3分力，想着以后日子还长。可到了这把岁数，忽然若是临死之前还能拉几头妖王垫背，也不枉我赵仲流此生。你老匹夫不要命，本王还要命！你老匹夫不要命，本王还要命！若是再年轻5岁，今日这头畜生绝不可能活着躲过这招，绝不能让他逃了。那是副总指挥。父王逃了，父王竟然不是那老匹夫的对手！江姑娘，他们要跑。那妖王是很强，可捡漏这种事看运气。若是运气好，老头子把他打个半死，我补刀，那是泼天赋；可若是捡不着，也不能亏了本钱。眼下这几块到了嘴边的肥肉，要是让他们飞，那才是遭天谴。先吃了再说，哪里跑？先吃了再说。好机会，阴阳纵横手。击杀成单镜生物，获得其道行680年；击杀成单镜生物，获得其道行695年。当前道行4037年。这是老3、老4死了，都死了！好歹毒的人族，连根苗都没给本王留啊！哪怕再恨，若是再不跑，今日这条老命怕是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以我如今的手段，挡不下这一击。程丹镜哪怕再逆天，也无法硬扛妖王的全力一击。系统绘卷，开！中了！无妨，倒是你们两个没缺胳膊少腿吧？非职无碍，多谢副总指挥救命之恩。这畜生！副总指挥使，那畜生刚刚离去，此地存留的妖气。你觉得能追上？老夫知道这东西，可这东西极限不过千里。你当那种连境的妖王，
是这地上跑的野兔子，只要那畜生想跑，哪怕是重伤之躯，也能一口气遁出千里开外。到时候你这罗盘便是个摆设，一旦出了这关中地界，往北是茫茫大漠，往西是崇山峻岭，天大地大，他若是一心想躲，随便找个耗子洞一钻收敛气息，哪怕是总司倾巢而出，想要再把他揪出来，尚要花费一番手脚。更别提总司怎么可能会为了区区一头种连妖王倾巢而出？是卑职无能，若是我实力再强一些，哪怕只是能挡住那畜生的一击，你也不必分心，放跑了那老妖。行了，莫要做出这副小儿女姿态。你们还年轻，17、18岁的承担，哪怕是在老夫那个年代，也是不多见。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本事，没能把这世道清理干净，没能给你们争取到足够成长的时间。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身居高位者，大多是让底下人去填命铺路，好成就自己的功名利禄。像他这般的人，实在太少了。蒋丫头，卑职在。你很不错，不管是心性还是手段，都比这小子强。虽说跑了那头老的，但这几头小的皆死于你手。此次泾阳之行，你当居首功。回去之后，老夫会亲自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上一笔。多谢副总指挥。若我没记错，你此次来长安是为武庙一事吧？17、18岁的点墨，好好把握。你这丫头心够狠，手够黑，这一点颇对老夫胃口。只要你能从武庙中求得灵印，踏入点墨之境，老夫送你一番大礼。大礼，能让副总指挥使称之为大礼的，绝非凡品。卑职定当竭力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叫人来把这几具尸体运回去。这几头畜生一身皮肉骨骼，都是炼起制药的好材料，莫要浪费了。是。四头成单精，若是换作平时荒郊野外，算了，若是当着他的面施展血石功，怕是下一秒那根铁铜就要砸在我脑门上。况且我体内金丹已然尽无可见，再往里灌也只是溢出来，甚至反受其害。罢了，就当是喂狗了。开侧门，放行。行了，今日便到这儿吧。你们也都累了，各自回去歇息。公赏之事，明日自会有文书下达。恭送副总指挥。江姑娘，还好今日有你，否则还真让那几头小崽上逃了去。眼下已是深夜，总司那边除了职业卫兵，怕是都歇息了。江姑娘初来乍到，可有落脚之处？若是不嫌弃，顾某在京中倒是有几处别院。不必劳烦顾大人，我已经有了去处。去魏府蹭顿饭，借宿一宿，想来魏青那丫头也不会拿着扫帚赶人。既如此，顾某便不强留了。再过2日，姑娘在总坛公司安顿好，顾某定在平康坊摆上一桌，请姑娘好好喝上一顿，算是给姑娘接风洗尘。好说，那便告辞。等等，寻妖盘。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是这儿了。哪
亏大人深夜造访。去，哪里来的企儿？也不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要饭去城南的悲天坊，跑到这永兴坊来撒野，也不怕被巡街的抓去打断了腿。我不讨饭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？我家老爷早就歇下了，不见客。我找卫青。你这企儿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我家小姐那是何等金枝玉叶，岂会认得你这个？劳烦通报一声，陇右将月初前来拜访。哪儿呢？人哪儿呢？月初，你怎么突然来长安了？有那么臭吗？你这叫只毛更不成？这次又是什么妖物？几头成了精的阳妖，稍微费了点手脚。在陇右就是天天斩妖，来了长安还要斩妖，镇魔司也太不把人当人用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肉好像结实了不少啊。以前那是干瘦，现在……闭嘴！好嘞，大人。老爷，进来。老爷，方才小姐那边闹出了些动静，是有客到了。深更半夜，哪里来的客？是个年轻女子，穿着镇魔司的官皮，浑身是血，也不知从哪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说是小姐在凉州时的旧识，既是青儿的朋友，又是镇魔司的人，那便好生招待着，让下面的人警醒着点儿，莫要失了礼数便是。对了，老爷，那女子自称姓江，你说她姓什么？姓江，全名江月初。关于他来过府上的消息，让下人们把嘴都给我闭严实了。若是谁敢在外面多嚼舌根子，传出去半个字，直接乱棍打死。是，老奴明白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时辰不早了，睡吧。我睡哪儿？自然是睡这儿啊。哼，这不合适吧？我那一身杀气，怕冲撞了你。要不让人在隔壁收拾间客房？不行，这深更半夜折腾下人做什么？我好不容易盼到你来，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。快点，快点！虽然这辈子是个女儿身，可我那颗心终究觉得别扭啊。罢了，两个大姑娘睡一张床是闺蜜情深，我再推三阻四反倒显得心里有鬼。
相随俗，入乡随俗。月初，你身子好硬啊！月初，你身子好硬啊！练武练的。这次来长安是为了什么？武庙，点墨进灵印。那以后呢？若你成了点墨大高手，甚至成了种莲、关山，除了待在镇魔司，还有什么想做的吗？或许是想活得更久一点，更自在一点吧。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担惊受怕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谁惹我，我就杀谁。真好，我要是有你这般本事就好了。各有各的好，你这般锦衣玉食、无忧无虑，不知多少人羡慕。曾经我也这么想过，可越是接触到恐怖的大妖，才越明白，唯有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实力才是根本。这就是龙游之外的世界。去吧，明日还要去总司。蒋姑娘起得这般早，早膳已经备好了。姑娘不如……不用了，还要去总司报道，就不打扰卫青歇息了。若是他醒了，替我说一声，等我忙完了再来看他。是，老奴记下了。江大人，您这是歇过来了？我找崔天将。崔将军吩咐过，若是您来了，直接去功过堂。他从陈谷想过，就在那儿等着了。长安总司，大唐武者的最高殿堂，我终于走到这里了。卑职江月初见过崔大人。不必多礼。可是江月初江郎家，来，坐。崔大人客气。既是魏将军举荐，又是总司看中的人，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。入武庙求灵印是朝廷卡的最严的一道关，核验出身，查证三代，清算功绩，测骨龄，验证身。光是这一套走下来，没个10天半个月，连武庙的门槛你都摸不着。这么麻烦？但你不必。昨夜，赵副指挥连夜来总司，亲自为你作保。你只需在此处按下手印，签上名字，再去验个身，确认不是妖族奸细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踏入点墨之境，老夫送你一番大礼。走吧，趁着时辰还早去验身，那是死规矩，谁也免不了。这便是总司的宝器照妖镜。若是妖魔化形混入，这镜子便会降下九霄神雷，将其轰成飞灰。何人？陇右都司江月初入庙求印。上去吧。人族骨龄17，成丹圆满，过。好，最麻烦的一关过了，接下来
等53刻，阳气最盛之时，武庙开启。武庙之内供奉着大唐历代先贤斩妖除魔、呕心沥血搜罗来的180道天地灵印。进去之后，需放开神意去感应。若是心性契合，自会有灵印降下印记，助你一步登天，踏入典墨。若是运气不好，枯坐3日也是白搭，只能灰溜溜的出来。全凭运气？也不全是，入武庙求印还是有些说法的。这第一条便是静，入庙之后需静心凝神，切不可有丝毫杂念，更不可对庙中灵印有半分不敬。这第二条便是量力。武庙之中灵印众多，分个3、6、9等，有的温和，有的暴烈，有的更是凶烈异常。若是本身底蕴不够，神意不坚，强行去接那等大机缘，轻则神魂受损变成了痴呆，重则身死道消。还有这等说法？每年总有些自命不凡的天骄，眼高于顶，非要去求最顶尖的灵印，结果好好的苗子直接夭折了。所以，若是感觉到不对，切记立马断了念想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那这第3条呢？第3条便是听天命，哪怕你前2条都做到了，能不能求得灵印，还得看运气。这玩意儿跟找媳妇一样，讲究个缘分。说来说去，不还是讲运气吗？靠！那什么，你有没有觉得朝廷查验太过繁琐，甚至有些折辱人？并没有，朝廷既然开了这道门，有所防备也是正常。江郎将是个明白人，武庙的大门，只要你身家清白，便是敞开的。除了让你继续履职，并无其他苛刻约束。看见那几处了吗？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，底蕴深厚，族中皆供奉着极其强悍的灵印。只要你肯点头，凭你的天赋，他们会敲锣打鼓的把灵印捧到你面前，甚至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，助你日后种莲观山。代价呢？代价，你的命，甚至你子孙后代的命，便都是主家的了。只要主家一个念头，懂了。只要主家一个念头，懂了。每年不知多少心高气傲的天才，在武庙碰了壁，转头就跪在了世家门口。可脊梁骨都断了，修为再高，也不过是条看门犬罢了。多谢崔大人解惑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若是错过了吉时，运气再好，大门也是不开的。走。好家伙，我在陇右也算顶尖，怎么到了长安，连个看门的都感觉比我强？武庙在西北角的太液池旁，这一路上得穿过好几处禁地，莫要东张西望。这里面住的不仅是陛下，还有后宫的娘娘们。若是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，非知明白。其实，除了武庙求印和投靠世家，这世上还有第3条路，能让你一步登天。第3条路？以江郎将这般姿容，若是能被陛下看中，选入宫中封个皇妃什么的，到时候一国气运加深，什么灵印求不得，那可是几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崔大人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！快走，快走，马上就到武庙了，莫要误了时辰。前头便是太液池，武庙就在池子北边。这附近常有贵人赏景，若是冲撞了，我尼玛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臣镇魔司偏将崔远，叩见陛下。臣陇右都司江月初，参见陛下。总又来了。回陛下，正是江郎将因功勋卓著，特许入京求取武庙灵印。哦，抬起头来。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
陛下，臣从未入过皇城，想来是陛下记错了。也是，朕这几日批折子批得头昏眼花，看谁都觉得眼熟。你看，这丫头眼神跟个虎崽子似的，朕跟她说话，她心里指不定在骂朕。陛下，此女大不敬，老奴这就让人拿下。行了行了，动不动就拿下，朕就是随口一说。行了，去吧，武庙那地方阴气重，你这煞气正好冲一冲。若是求得灵印，别急着离开长安，朕改日若是有空，再需要你进宫说说话。我的姑奶奶，也就是陛下今儿个心情好，换做旁人，敢这般眼神直视龙颜，早就被拖出去砍了。崔大人，时辰不早了。对，正事要紧。蒋郎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这最后一段路得你自己走。蒋郎将，这一步踏过去，便是天差地别，你可得上点心。多谢崔大人提点，卑职记下。我如今已是成丹圆满，方才进门之时，竟是丝毫未察觉到此人的半点气息。是个高手，而且是那种高到没边、极其恐怖的老怪物。现在的年轻人耐性倒是不错。晚辈陇右都司江月初见过前辈。陇右来的，那地方苦寒，能养出你这么个水灵的女娃娃，倒是稀奇。前辈谬赞。行了，别杵着了。既然来了，就是求印，做吧。静心凝神，放开思绪，至于能求得什么，全看你的造化。这便是灵印。废物，勾勾手就来，想来也就是路边一条。不够，还是不够。来都来了，若是不看一眼最好的，我这辈子都会后悔。就叫你了。给我滚！
不上我！我这一路走来，杀过虎，宰过狼，屠过白猿，斩过蛟龙。我是个死物，你也配看不起我？与我！恭喜宿主降服凶兽之灵，杀伐无双，是否允许其认主？好霸道的性子！不好，有大妖出没！这都多久了？寻常武者一炷香就出来了，当年老子求印也就画了一盏茶，这都快半个时辰了。这丫头该不会是在里面睡着了吧？还是说，因为贪心，强行去求顶尖灵印，结果神魂受损变成了傻子？这是宣狗食日，不对，这究竟是慌什么？前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般异象，难道是有绝世大妖潜入了长安？大妖，若是大妖，怕是那传说中的妖圣亲临，也弄不出这等气象。龙，真龙！白虎啸西风，庚金主杀伐，白龙翻尾羽，四海皆尘土。黑熊震万古，神魔一念间。前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了不得！前辈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这到底是福是祸呀？了不得！这女娃娃真了不得！女娃娃与江郎枪有关。快了，江郎将是妖魔！快了，江郎将是妖魔！你可知天地灵印除了去武庙求取，去世家继承，还有第三种法子。当皇妃，寻常武者是人求印，而这种是印求人，无需卑躬屈膝，无需祖荫庇护，仅凭自身一道神意，便引得天地共鸣，让那灵印甘愿为你落下印记，化作登堂入室的基石。总而言之，这般能以自身意志强行降服天地灵印的人物，整个大唐立国800载，加上前朝，满打满算也一只手数得下来。恭喜宿主降服凶兽之灵，杀伐无双，是否允许其认主？允许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破叔觉得那黑影太垃圾，配不上我？如果不求灵印，那这点墨镜我又该如何去破？点墨便是以神意为笔，真气为墨，于天地万灵中求得一丝印记。既然是借来的，便终究是差了些。可如今，我为什么要借？这万古妖魔皆在我府中，何须向外求？何须看天地万灵的脸色？以妖谱为笔，万妖为墨，给我剑！以妖谱为笔，万妖为墨，给我剑！金丹地，墨痕生。墨染金丹，开混沌，笔走龙蛇，万灵万灵万灵，从此凡胎，化正身。这就是点墨镜。先前承丹镜金丹脆弱，容纳不了多少真气，而现在所储存的真气，节省点用足够坚持半个时辰。难怪世人都说不成点墨不知其中滋味，这一步跨出，确实是天壤之别。宿主将月初境界点墨出境，道恒4037年，妖化能力已升级，万妖灵印，以此谱点墨，谱中万妖皆可为印。寻常武者入庙求印，求了防御，这辈子就是个挨打的命。可我万妖皆可为印，解锁特殊功能，天妖演武，画中自成天地，可耗费道恒，置入已收录之妖魂，令其日夜推演修习指定功法。这是让被收录的妖魔出来帮我推演武学。我如今身负的武学，除了几门承丹功法，其余皆是低阶武学，可谓是拉胯到了极点。我正愁踏入点墨后要去哪儿找功法，现在就你了。是否投入道恒开启推演？10年道恒等于1时辰。10年，1天12个时辰，那便是要烧掉100多年的道行。罢了，道行本就是要花的。虎山神正在推演，只要道行足够，我甚至可以同时让几头大妖一起开宗，虎妖练刀，狼妖练身法，雄军横练，这就是资本家的快乐吗？哦，这人族的功法你一头猪看得懂吗？
有了这天妖演武，只要不停的杀妖看道行，我连未来的功法都不用找了。那老头呢？走了？崔大人久等，